2016年珠海航展，中国商飞的展台上，一架巨大的飞机模型被红布覆盖。UAC 的总裁斯柳萨里和商飞董事长金壮龙携手掀起面纱，揭开当时还是新型宽体机的 CR929红纱。时间来到2023年，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军队负2023论坛上，当年一同揭开红盖头的斯柳萨里在接受采访时称，所有与我们和中国在这个项目上合作的世界技术领导者都已停止了这种合作，同时表示正在考虑各种合作选项，从基于 MS-21 客机机翼所发展而来的机翼，到提供发动机，也即从联合研发的合作伙伴降级成提供子系统的供应商。就这样，俄方退出了 CR929项目。实际上，早在2022年7月，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就称，俄罗斯将减少在 CR929项目中的参与度。由于这是副总理的表态，也被广泛认为是俄罗斯官方即将退出 CR929项目。虽然随后俄罗斯政府否认了这一消息，并表示将继续与中方合作进行研发，但外界对中俄联合研发 CR929的前景并不乐观。而在2023年6月的巴黎航展上，商飞展示的与 CR929高度相似的宽体客机模型上，并没有使用 CR929这个名字，机身上也只有中国商飞而没有 UAC 或 OAK 字样，而且名称也改为长城宽体机。这一变故被外界认为中国决定抛开俄罗斯，独自进行 CR929项目。而6月16日 ，UAC 总裁斯柳萨里接受俄罗斯24电视台采访时，也间接印证了这一点。在采访中，这位7年前一同接下 CR929红布的 UAC 总裁称，他正在和商飞讨论合作的新方法。结合他在8月军队负2023论坛上的讲话，可以认为俄罗斯方面承认不再是 CR929的合作方，而是成为了供应商。巴黎航展上，商飞的宽体机展牌上已经没有俄罗斯元素了。对于这一结果，其实并不令人意外。由于俄乌冲突的原因，俄罗斯遭到西方全面而又彻底的制裁，而 CR929项目中还有大量西方供应商的参与。如果俄罗斯还在 CR929项目之中，由于其承受的制裁，只会连累 CR929项目。也因此分道扬镳，及时进行切割，避免拖累中国方面，属于明智之举。而且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内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原本合作的基础也早已不复存在。因此，如今换一种合作方式，属于第二只靴子终于落下。而如果从中国方面来看的话，也能从大量迹象中看出 CR929项目的重重坎坷。在中国航空工业体系下，这些关八股是了解进展极为重要的渠道。而过去几年里，商飞官网上关于 CR929大事记的变化，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CR929的现状。商飞官网上2018到2022年 CR929大事记，如果我们刻舟求剑一些，拿 C919的项目进度进行横向对比，以项目筹备为起点的话，那么 C919是从2007年为起点， CR929是2014年为起点。CR929项目现在已经过去了9年，而 C919在同样时间里已经完成了首架飞机的下线，并将于次年首飞。如今，第二架 C919已经实现商业运营， CR929还在初步设计阶段。C919总师吴光辉介绍 CR929情况。大型客机研制共分为立项论证和可行性论证、预发展、工程发展、批生产与产业化4个阶段。C919在2011年12月完成了初步设计阶段，并转入详细设计阶段。距离2007年项目筹备过去4年，距离首飞还有6年。虽说 CR929要比 C919更大更复杂，不能机械的进行类比，但作为一款2014年开始筹备、2016年宣布合作、2017年正式启动的飞机，在2022年才刚刚明确总体方案，进入初步设计阶段。纵使过去3年有着疫情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缓慢进度，而且是在预发展阶段耗费那么多时间，怎么看都让人觉得过于佛系。
对俄罗斯来说，这项目没有顺着他们的心思来，本来就心不在焉。而对商飞来说，在2023年之前，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 C919的取证以及首航。CR929这是优先度往后稍一稍就是了。而且和俄罗斯在这项目上存在分歧，推进了也是吃力不讨好，还不如等待有了确定性方向后再使劲，避免前功尽弃。同床异梦的婚姻，虽说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是 CR929项目中俄合作生变的主要原因，但早在2014年项目筹备之初，商飞与 UAC 的分歧已经在冥冥之中注定。2014年中俄之间协商宽体机项目合作时，恰逢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随之引发克里米亚及顿巴斯地区脱离乌克兰，导致东乌危机爆发。而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及顿巴斯地区的支持，引发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强力制裁，使得俄罗斯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断绝了大部分与西方的技术合作。在这样的国际局势背景下，俄罗斯与中国对新一代宽体机有了截然不同的需求。俄罗斯想要立足于中俄自有技术，不依赖其他国家来研发新一代宽体机。但中国对于新一代宽体机的需求，是在技术与关键指标上能与波音和空客相抗衡，并且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宽体机。可以看出，俄罗斯想要得到的是ER96的新时代精神续作这种成熟而又具有高度自主能力的飞机，经济性和性能是次要的，图一个又不是不能飞，只是成本高了点。而中国想要得到的是一个国产版空客 S350-800，起码的和 C919一样，可以和空客、波音两家的竞品分庭抗礼，不落下风。当然，最终的结局我们也看到了 ，CR929立项时所确定的技术指标是瞄准了波音和空客最新宽体机的，而与 CR929公布时的指标最接近的西方竞品飞机，当属空客的 A330neo。也即 A330-900，多少也算是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当两个合作方的需求差距较大时，哪怕最终在一起合作，也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就中俄航空合作这事来说，与其说 CR929项目是一场婚姻，不如说这本来就是一场两个家族之间的政治联姻。一个祖上曾经扩过，而现在破落了，但依然有些的家底，一个是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有的是钱，但是根基尚浅，难以独自挑起大梁。本来两个家族联姻在一起，认为可以优势互补，形成共赢局面，但是这场政治联姻所带来的婚姻却是充满了矛盾和分歧。俄罗斯想要在 CR929项目中利用中国的资金和市场，重建自己的航空制造业体系，而中国则认为可以在合作中学到俄罗斯继承自逝去的红色巨人的大型飞机经验与各种独门技术。俄罗斯注重的是独立自主，而中国则想要追赶波音、空客，并且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各有所图，带来的就是同床异梦。而俄罗斯人在国际合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为了要脸而不要脸这一特点，更是给合作带来重重阻碍。一位参与过前期谈判的人员就曾透露过，俄罗斯方面经常发生对先前会议达成的共识或者会议纪要不承认，一开会就全部否认，又得重新谈的情况，并且俄方人员一谈技术问题就毫无兴趣，但一谈钱就精神抖擞。某种程度也算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俄军贸领域所发生的情况又重演了一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 CR929项目进入2022年时，合作无法顺利进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一方面是西方对俄罗斯的技术封锁与制裁，而另一方面是处于战争状态和非常时期的俄罗斯航空业也无暇顾及 CR929项目。对俄罗斯航空业来说，自战争爆发之后，首要任务是服务于前线需要，转产各类前线急需的武器装备和弹药。而在民用航空这块，俄罗斯最为迫切的是完成民航机队的国产化替代，以补充国内机队。在局势恶劣到火烧眉毛的当下，CR929这个远期项目显然被排在最后面了。
这点也体现在俄罗斯的拨款计划上。在俄罗斯准备2030年之前拨款7700亿卢布投入航空业之际，2023年俄罗斯计划给 C-929项目的研发拨款为 8.97 亿卢布，也即 1.2 亿人民币。这经费投入比例足以反映当前俄罗斯对 C-929项目的态度。而今俄罗斯实质上退出中俄合作宽体机项目后，商飞独自进行长城宽体机项目的话，就可以不用考虑俄罗斯方面的因素，可以大刀阔斧的对宽体机项目进行修改，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推动项目的发展。而转化为供应商之后，俄罗斯依然可以发挥其在大型飞机机翼设计与大推力大涵道比发动机上的优势，给长城宽体机项目干活，并提供发动机备份。因此可以说，俄罗斯事实上的退出对商飞来说反而是因祸得福，不用再在合作伙伴身上内耗掉大量精力，而是明确目标重新出发。而前期缓慢的进度反而客观上减少了沉没成本的损失，更容易放下历史包袱以调整方向。而且进度的放缓也给了国内配套供应链成熟的时间，让供应商成长以适应宽体机项目的要求，并提高国产化率。俄罗斯这2年所遭受的制裁也给我们好好的上了一课。虽然在宽体机项目中，西方供应商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由于俄罗斯的前车之鉴，无疑会将供应可靠性与国产自主率放在较为优先的位置进行考虑，而这是早期 CR929项目中未将其重点考虑的因素。换而言之，此前项目进度的放缓，其实反而给了重新思考、重心定位的时间，使得宽体机项目会更适合新形势下的需求。毕竟中国2014的国际环境与2023年的国际环境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而重新调整后，进度必然会随之顺延，客观上给了国产宽体机其他配套项目充足的时间已成熟。如作为 CR929或新宽体机项目配套的国产 CJ2000发动机，好菜不怕晚，由 C919的成功经验在前面，商飞的宽体机项目必然会是水到渠成式的成功。